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美军将驻乌为乌提供安全保障。俄罗斯石油收入2042年对半砍。普京在克里米亚的阿亚角宫殿被起底。根据 BBC 报道，波兰总理滕纳德·图斯克透露，美国首次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，其中可能包括直接派遣美军驻扎。这一消息是他与北约及加拿大领导人通话后知晓的。图斯克暗示战争可能在几周内结束，虽然结果尚无定论，但美国的安全保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筹码。泽连斯基一直力主获得数十年的长期保障，而特朗普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短期承诺。美军驻扎这一选项的出现，意味着这次安全承诺的级别可能远超此前的预期。作为回应，泽连斯基也表示，在互惠撤军和非军事区的前提下，愿意有条件地调整乌东部署，但强调需经公众批准。在火力军看来，如果美军真的进驻乌克兰，哪怕只是非战斗任务，也足以彻底改变欧洲的安全版图。这相当于给乌克兰上了一道保险，让莫斯科在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动前都不得不反复顾虑。战场之外，俄罗斯的经济支柱也在摇摇欲坠。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亲口承认，随着低成本油气储量的枯竭，俄罗斯将不得不下降对能源收入的依赖。西卢阿诺夫坦言，好采的油已经采完了，剩下的都是高成本难获取的储量。为了维持产量，政府甚至只能降低税收来给石油公司续命。数据更加直观，今年俄油气收入占预算的比例已降至 23%， 而几年前这个数字是 50%。 根据俄政府批准的长期预测，到2042年，油气收入将减少一半以上，占 GDP 比重将跌至 1.9%。 按照这种走势，理论上到2050年，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可能归零。这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加油站的国家，核心商业模式正在走向终结。没有了石油美元的输血，普京的战争还能运转多久？庞大的军费开支将如何维持？这些是比前线失利更让克里姆林宫焦虑的问题。虽然国家前景黯淡，但不妨碍普京个人的奢华享受。最近，反腐败基金会曝光了普京在克里米亚的新宫殿，这座位于阿亚角的秘密建筑群，估价高达 1.27 亿美元。这里原本是为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规划的。2014年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，被转手给了普京的亲信科瓦尔丘克兄弟，并进行了大规模改建。内部设施极其奢华，拥有带艺术灯光的室内游泳池、巨大的水疗中心，甚至还有一个私人医院，配备了手术室、重症监护室和牙科设施。显然，这位70多岁的领导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。为了满足联邦安全局的要求，宫殿还配备了全天候安保、员工宿舍和新的直升机停机坪。至于造这栋宫殿的钱是谁出的？调查显示，该建筑的资金与普京在黑海沿岸格连吉克宫殿的资金来源如出一辙，都来自其亲信网络和离岸公司。一边是国家石油收入的断崖式下跌，一边是个人行宫的奢靡无度。或许这就是俄军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原因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